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中日对决自然是不必多说，那肯定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都带着火，都想置对手于死地。好，注意看165对战172， 臂展168对战178，年龄上22岁对战21岁。我们中国的小伙，他是一个少数民族，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水族，的确是不常听也不常见啊，但是无所谓了。56个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哦，双方一言不合已经是正面开打，哇，刺刀见红，没有任何虚晃，没有假动作，正面直接开打，什么战术，什么拳法都没有。好，稍微放缓一下节奏，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穿着金色战袍的红方选手，来自于中国的蒙博安，他是我们中国传统武术螳螂拳的传承人。哎，注意看什么情况？日本的小杂毛，哦呦，非常痛苦，哈哈，4脚着地，一脚踢回了原形。好，再看一遍，很明显。慢动作可以看出呢，是这个日本小杂毛啊自己撞上来的啊，并不是我们踢上去的。我相信群众的眼睛啊，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啊，都可以作证，我们绝对没有犯规。好，没有问题，双方比赛继续。就是在我们武林风序列赛 CKL 的比赛当中，对中国自由俱乐部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黄金联赛当中，漂亮！我天，接腿之后又是后手啊！蒙博安今天的这个后手打的确实是稳准狠啊！是的。节奏给的也快，是，而且两个人一上来进攻的速率都快啊，近身肉搏。对，庄司李九肉也是跟蒙博安撞上了，不止掉了，不止掉了。我的天哪！但是我觉得蒙博安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一些哈，对，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选手的这个意志力还是比较强的，是的，尤其越往后打，如果你一波你一波带不走的话，我觉得一个低扫3回合可能危险。是的，哎呦，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前手点出来了。打后手，这场比赛忘记介绍这个金毛小子了，他的产地来自于日本的大阪，没错，他是一个日本空手道的练习者。那这一次来中国踢馆也是狂言要拿他的空手道横扫我们中国武术。没有想到第一场比赛就遇到了杀伤力十足的螳螂拳法，最近可以说是很久没有听到这个拳法了。而蒙博安呢，他是螳螂拳法的分支当中的7星螳螂拳。主要特点啊是招式多变换快，最重要的是它的威力和爆发力非常强啊，就像螳螂一样，能把双臂啊弹出去啊。你看这个出拳方式很特别，它并不是打啊，像弹出去一样，并没有找到好的一个节奏啊。现在慢慢适应过来之后，就是能力和技术层面的发挥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而且我们有点担心蒙博安体能的储备啊。是的。对，就是顶膝，第一个疲劳期已经来了。是的，也漂亮，前手能够点到。庄司李九斗的防守端做的还是不错啊，又是点一个前手压后手给扫踢。两个人今天这个状态都是不退啊，这点太可怕了。整个第一回合基本上都被打退的啊，而且一旦在中近距离就遭遇上之后，进攻的链条都非常的长啊，基本上都是10到15拳、16拳的输出赛。而且这个输出动作也比较多，对，漂亮的后手，给正东。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好，第一回合两位选手的比赛的确啊，这从头打到尾，的确是打出火了。这就是中日对抗赛啊！看来我们中国的抗日小将、抗日选手后继有人了。第一回合我们整体看下来的话，的确是蒙博安的这一边啊，我们整体看下来更具优势啊，尤其在重击这一块，我们看。哇，打得非常的准，螳螂拳法名不虚传。但赛前这个日本小杂毛却说我们中国武术在日本空手道面前啊，就像是小孩跳的广播体操啊，根本拿不上牌面。小小年纪就如此猖獗，看来今天啊必须要给他上一课了。好，现在双方的第二回合火力依旧不减，蒙博安要小心双方的换拳。蒙博安还是要小心一点，对方的这个进攻节奏呢是打出感觉了。好，蒙博安一不小心牙套再一次被打飞，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吐飞的啊，因为从状态上来看，蒙博安呢没有任何眩晕，也没有吃到重击。
所以现在拼的就是看谁的这个体能储备好。是走中线的这个过程啊，打的都不错，而且后手都有能够压进去的能力。是的。那目前我们来看，我觉得庄斯利佐豆可能在内围的时候，这比对手多了一个吸动的会更多一些。然后拳腿的速率基本上都差不多，两个人的节奏都漂亮高导，而且都属于这种快进快打型的。是的，而且都属于进去之后不退型的。蒙博安啊，要小心了，牙套呢又一次被打飞。裁判已经是再次警告蒙博安，你不可以再把牙套给露出来了啊，咬紧牙关。好，一言不合，双方又拼到一块儿。蒙博安拳腿组合，重拳和低扫的穿插。那么先来看低扫效果一般般，还是要打拳啊，要打准，因为对方的防守漏洞呢还是比较多的啊，打准一次就有可能要了对方的小命。这个状态大家能够看得非常的明显啊。是。第二个连击去打，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蒙博安就打完第2回合之后，第3回合可能要考虑一下改变自己的进攻策略了，因为你现在你的后手是能压进去没有错啊，就是有点伤敌1000自损1000的这个状态，因为两个人在这回合拳上互中的情况差不多。不过这会儿也有一些改变，我们看到蒙博安在这一阶段用的这个卡夫多一些。是的。第2回合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看日本的小杂毛庄斯里久斗，他的体能下滑。哦呦，这是不是下滑问题？感觉已经断档了。而反观蒙博安这边已经打疯了，要打准，我们尽可能的朝着太阳穴，朝着门牙打。这是强啊！就是虽然他体能端现在已经不行了，但是他突然间体能掉下来了，就在这一瞬间，现在蒙博安有点打瞎带的意思了啊！但是依旧没有打出9秒，又是一个后手击服。漂亮，打9秒了！哇，这个9秒来了！9秒，对，我看能不能继续回到比赛了啊！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讲，这个9秒来得太晚了。是的，今天我们现场观众也很给力啊。对，应该是已经不能够继续比赛了。虽然没错，观众朋友们，节目精彩，好不好看啊？压哨的 KO， 比赛最后1秒刚刚好。我们看，真的是瘫了，整个人的这个小日本子已经是瘫软倒地。主要是蒙博安最后这一波连续的重击呢，打出50多拳，实在是太猛了，将这个小日本子打成了马蜂窝呀。好，看到对手被担架抬走，那这场比赛悬着的心呐，我终于放下了。没打死这个小杂毛，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一件好事啊，毕竟打死对手太晦气了。好，还打哭了，哈哈，哭起来可真够丑的。刚刚被打哭的并不是别人，正是年仅22岁、100年一见的日本格斗天才庄斯里久斗。他有着最顶级的格斗天赋，年少成名，打法犀利。自出道以来，24战全胜，23场 KO， 未尝一败。可以说，自他出道以来，学会了一身武艺，就是没有学会输字该怎么写。但正是因为没有输过比赛，让他心高气傲，竟妄想称霸中国拳坛。在81建军节这一天，跑来中国踢馆。这一次，他不仅学会了输，还学会了哭。迎战的红方，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学院，一位中国水族的运动员，少数民族啊，水族的运动员。同样的年龄，他们都是22岁，在8年的自由搏击生涯里，他打了不少的硬仗啊。今天代表他自己的团队出战，将是怎样的一种场面？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有请中国蒙博安。好，这场观众朋友们，您最喜欢看的中日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这场比赛可谓真是一场火星碰撞地球的强强对决。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切磋，他打的并不是比赛，打的更多的是未来，因为他们两个太年轻了，都是最新一代的中日两国之间最强的天才少年。漂亮，蒙博安，漂亮的副手，对，连续2个，漂亮，第3个。对，蒙博安今天一上来之后的这个重击啊，打的确实是声声作响啊。这是奔着快速结束比赛的。没错，你感觉到一波带走啊。对。对，蒙博安今天的状态确实是不错，但是我们有必要说一下他今天的对手蓝方运动员庄斯里久斗啊。因为他是在出自于漂亮这是技能了。对，我们注意看，日本的小黄毛现在是相当的痛苦，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比赛打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用裤裆去踢我们蒙博安的脚呢？
这一次我们就勉强原谅你了啊！下次注意，下一次不要再用你的裤裆啊来碰瓷我们的脚了。蒙博安更多的时候是在我们50风训练赛 CPL 的比赛当中，中国地球黄金联赛当中，漂亮！我天，切分钟又是后手啊！蒙博安今天的这个后手打的确实是稳准狠啊！是的。节奏给的也快，是，而且两个人一上来进攻的速率都快了，近身肉搏。对，庄司李九肉也是跟蒙博安撞上了，不死掉了，我的天哪！那日本的选手的这个意志力还是比较强，是的，越往后打，如果你一波你一波带不走的话，我觉得这3回合可能危险。是的，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好，第一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这场比赛真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互看不爽，互看不顺眼。他们两个，一个代表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螳螂拳法，一个代表了日本的极真空手道。蒙博安这个来自我们中国少数民族水族的小伙子，自幼练习螳螂拳法，7星螳螂拳，他的拳头相当有分量啊，他的 KO 率也相当之高了。所以说这场比赛 KO 日本小黄毛，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又是激活。对，庄司李九斗现在找到感觉之后，进攻的质量确实是上来了，1-2的连击接顶膝，感觉他一上来被蒙博安的持续进攻打得有点蒙圈啊。而且我们有点担心蒙博安体能的储备啊。是的，对，就是顶膝，第一个疲劳期已经来了。是的，漂亮，前手能够点到。庄司李九斗的防守端做的还是不错啊，又是点一个前手压后手给扫踢，都是不退啊，这点太可怕了。整个第一回合基本上都被打退的啊，而且一旦在中近距离就遭遇上之后，进攻的链条都非常的长啊，基本上都是10到15拳、16拳的输出在，而且这个输出动作也比较多。对，漂亮的后手，给正东。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双方可以说是从第1秒拼到了最后1秒。这场比赛其实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蒙博安的身高还有这个臂展完全输给了对手。如果说我没有猜错的话，观众朋友们，这个小黄毛啊，大概率它是个串儿啊，也就是说原产地并不是绝对的日本。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回放。长链条的进攻端真的会让两个运动员都有点吃不消，就像刚才韩寒老师所说，有点替蒙博安去。两人都打上头了啊，有的时候你看都已经是不做防守，就是正面互抡，白刃战。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水族，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啊，56个民族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出了国。我们都是披着5星红旗为国争光的，我们都是中华民族。这边第2回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随着第1回合火热的场面，相信第2回合的场面会更加激烈，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回合的比赛是我们要看一下蒙博安怎么来打，对，这是后手，对，这是后手的重击给的不错，互换前手，又是一个后手，给一个中扫，对。感觉蒙博安可能要在，又是互持掉了，连续的拼拳，庄司李九斗现在是打上劲了，两个人内贴。今天蒙博安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误，就是他的牙套啊会总掉出来，不知道是牙套不合尺码，还是说蒙博安啊他的呼吸节奏出现问题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画上一个问号啊，继续观看比赛。后手都有能够压进去的能力，是的。那目前我们来看，我觉得庄司李九斗可能在内围的时候，这比对手多了一个吸动的会更多一些。然后拳腿的速率基本上都差不多，两个人的节奏都快，漂亮高手，而且都属于这种快进快打型的，是的，而且都属于进去之后不退型的。蒙博安啊，什么情况？我们看牙套又被打飞1次。现场裁判也是很严厉的在训斥蒙博安，因为牙套被打飞的话，会影响整场比赛的节奏，也会影响比赛的走向。又是给地扫，对，就两个人今天互不相让，又站住不退这个状态，大家能够看得非常的明显啊。是，2个连击去打，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蒙博安就打完第2回合之后，第3回合可能要考虑一下改变自己的进攻策略了，因为你现在你的后手是能压进去没有错啊，就是有点伤敌1000自损1000的这个状态，因为两个人在这回合拳上互重的情况差不多，那么你在后手上又没有对手的，就是后手拳的速率，就是他收拳的这下没有对手快啊。对。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黄毛庄司里久斗，他现在是不屑于防守啊，很多时候根本就不防了啊，生吃蒙布安的拳。但是蒙布安练习的可是分量杀伤力十足的七星螳螂拳啊，他这么的自大，这么的狂，一会儿要受伤的可就是他自己了。漂亮后手打中了，我们看日本选手有点被打定住了。哎，又是一个！不得不说，庄司里久斗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是强啊。就是虽然他体能端现在已经不行了，但是他突然间体能掉下来了，就在这一瞬间，现在蒙布安有点打下麦的意思了啊，但是依旧没有打出几秒。又是一个后手击服，漂亮，打出掌了，这个出掌了，我看能不能继续回到比赛了。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讲，这个主场来得太晚。是的，今天我们现场观众也很给力啊。对，应该是已经不能够继续比赛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场天才和天才之间的对决已经产生了结果，果然还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螳螂拳更胜一筹啊！好，我们来仔细观赏一下这波精彩回放。你看蒙布安的拳法，他一直是在左右开弓，这下后手直中面门之后啊，再补一拳。这下日本的黄毛，他不仅学会了书字该怎么写，还学会了哭字该怎么写。看完这场比赛之后啊，我觉得七星螳螂拳啊，真的应该大力的推广。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否认可？好，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哎呀，这是什么造型啊？请别致啊！泰国拳王估计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10分钟的时间，他的脸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脑袋直接肿了一大圈，双眼更是不用多说，肿得像核桃一样大小，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中国速度吗？为何中国小伙下手会如此凶残？正是因为这个288升的泰国铁头拳王太自以为是。在见到中国选手稚嫩的脸庞之后，他便口出狂言的表示，中国选手就是个没断奶的孩子，防守一下就是孙子，就算他输。但殊不知，他口中这个未断奶的孩子，正是中国咏春拳第23代的正派传承人魏子钦。虽然说魏子钦看起来骨瘦如柴，身形相当瘦弱，不过打起架来是相当的勇猛，是出了名的打架不要命。好，这边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泰大战。拳坛老炮大战中国拳坛新秀，新老对决，选手实力很强，比赛自然也相当精彩。好，很好辨认啊，我们注意看橘色短裤的瘦小伙便是魏子钦。有相当大一部分对手啊，看到魏子钦的身材之后和面庞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呀，这家伙绝对是好欺负，又瘦又高啊，一看就不经打啊，排骨精嘛。但真正打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呐，完全截然相反。瘦不代表不强，而我们再注意看黑色裤衩，没错，来自于泰国的百胜拳王288胜的佩查差，如此傲人的战绩让他平等看不起任何人，而且这个家伙是出了名的瞧不起我们中国功夫。赛前还称魏子钦呢就是个江湖骗子，他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武术，也更不存在什么咏春拳法，只有泰拳啊才是世界第一。他太自信了。我觉得是时候该挫他一下。比赛上来，魏子钦的节奏相当好，所有的距离把控权啊都在我们的手中。好漂亮，高位顶膝。不过佩查差的确很硬啊，有一下，但完全不为所动。哦，漂亮，我们看。佩查差倒了，不过立马站了起来，这步伐没有晃，这说明他呢是没有晕的，只不过是魏子钦这一拳的力气太足啊，分量太足了，他属于被这个冲击力啊给打倒了。魏子钦连续的攻势非常的凶，刚刚这一波连续命中对方至少有8拳以上啊。
西竹竿的身材有西竹竿的好处，因为胳膊很长嘛。我们看魏子钦呢居高临下，打的佩查差呢是根本进不来，包括在步伐这一块也很灵活。哇，真是不退呀！你看这个佩查差，直愣愣的往前去跑。有一个高位顶膝，有命中，不过没什么效果。这个泰国拳王的头部抗击打能力啊，跟我们中国的武僧一龙的确，我们看有一拼呐。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在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第一回合没悬念，魏子钦的出拳次数和有效命中数啊，至少是对方的3倍以上。没错，就是这一拳。你看对方的眼神呢没有发生变化，他是没有晕的啊，只不过呢是冲击力太猛了。好，这边第二回合比赛继续。蓝方的瘦小伙便是咏春拳23代弟子魏子钦，而红方选手泰国百胜拳王佩查差。对方赛前表示防守一下就算孙子，因为他瞧不起眼前的小伙子啊，他认为这个小伙太年轻了，是个没断奶的小孩。哦，注意看，见红了，开口了，终于开口了。我还以为对方的脸是打不坏的呢，看来的话还是能打坏啊。不过出血是一回事啊，对方这个能不能扛下去是另一回事。虽然说咏春拳呢很适合，也很擅长打中近距离的拼拳，不过今天的话最好还是不要拼了。我们看这个佩查差呢，上半身的肌肉啊壮得像头牛，如果和他近距离的话去硬碰硬啊，那吃亏的只有我们。漂亮，连续前手命中。咏春拳法招式小，速度快，进可攻，退可守。这场比赛魏子钦把咏春拳法发挥的是非常的完美。真是完全不做防守啊！说不防守就不防守，我敬他是条汉子。好，这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现在佩查差呢就是核桃眼睛、香肠嘴、包子脸，哈哈，整个人啊已经是认不出来了。说句难听点的话，估计他的母亲来到现场也未必能认出他这个亲儿子呀。好，再来看一遍第二回合的精彩回放。发现打不动的时候，魏子钦也尝试用了一些飞膝的招式啊，看一下能不能打退对手。这个泰国拳王就像一个这个机器人啊！比赛看到这儿，我真的很想看一下这个佩查差啊跟铁人罗唐如果打上一场会是怎样的场面。因为这个佩查差无论是长相、外在、气质、身材和罗唐真的是很像，尤其这个时候你看跟罗唐更像。好 ，Final One 最后一个回合，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我们看啊，蓝方选手橘色小裤衩啊，来自我们中国咏春拳23代传人魏子钦，而黑色短裤288胜泰国铁头拳王，他说了啊，坚决不防守。
Ticket into the Big Show 1 Championship, $100,000 contract.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5-day fights. Entertains way into a Big Show 1 Championship. 魏子欣的双拳怎么说呢？就像两把外科手术刀啊！这场比赛给对方啊做了一个免费的整容手术，整容效果不错，和之前的话是完全两个人了。这场比赛呢，魏子欣的确是把咏春拳的快和准拳法上打出来了，不过在腿法上的这个活啊，相对来讲的确少一些。比赛最后的50秒钟马上结束，有些晃了。其实啊，你看这个佩查差呢，其实有点栽栽愣愣的感觉了。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喝了这个8两白酒啊，走在寒风刺骨的大街上的感觉，似醒非醒。魏子欣还在持续输出，管我叫小屁孩说我是江湖骗子，那就让你看一看咏春拳法的厉害。好，比赛结束了，比赛终于结束了。魏子欣汗肯定是流了，不过血我们是一点没流啊。我们再来看佩查差这一边，无论是眼睛啊、鼻子还是嘴啊，和赛前呢是天差地别。不信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去视频往前拉一拉啊！视频一开始，你看这个佩查差的长什么样，现在你看一看，对比一下啊，这就是差距。让我们恭喜魏子欣点数一致判定战胜了佩查差，完成了胜利。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下期视频再见。注意看，低调退役的死神方便竟然突然重返擂台，因为这一次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号称蔡李佛拳传承人的小子，真点名要挑战死神方便。而为了使方便接下挑战，甚至用起了激将法，在媒体面前称方便就是没实力的纸老虎，只要方便敢接下他的挑战，他绝对敢让方便吃不了兜着走。大众的舆论和对手的挑衅，让原本已经打算要退隐江湖的死神方便，毅然决然的重返搏击擂台。说起方便，大家绝对会想到这位曾经的拳坛一代霸主为中国搏击做出的巨大贡献。无论是客场秒杀韩国战神金世基，还是终结马库斯在中国的不败连胜，回想起来都会让人血脉喷张。但是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位曾经的拳坛王者，如今竟然落得让一个22岁的年轻小辈羞辱，这换作是谁都难以容忍。好，观众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正黄运动的比赛，我是解说吴声，跟我齐到的还有丁淼老师，丁淼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吴老师你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啊，由蓝方选手于建宏对阵红方选手方便。方便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热爱搏击的爱好者没有一个没听过这个名字的啊。在主持人也是介绍了，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场自主赛，年龄也是相当于是到了退役的年龄，但是还是在擂台上坚持。那反观这个于建宏呢，是目前22岁，战绩29战22胜，然后5负1平6次 KO。虽然说我们的死神方面啊已经是退隐江湖这么多年了，但是我们看他的身材和身形啊是完全没有走形，这说明了方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训练一直没有停止过，相当的自律，也随时做好了重新复出拳坛的准备。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武者啊！相比之下，我们看这个武僧一重啊，现在是肥大变胖，吃的是肥头大耳啊。他自己跑步，自己在健身房去打空击。方便的打法呢，就是这种快进快出啊，很典型的，而且他的这个出腿很重，而且其实身体硬度很高。看一下他的对手于建宏啊，他的战绩也是不俗的，29战22胜，负1平6次 KO。是，
刚才这个击斧好像把对方的腹部打红了，这个后手重拳很重啊。这边我忘记介绍这个于建宏了啊，他今年22岁，生涯战绩呢也是相当不俗。最重要的是啊，他是中国传统武术蔡李佛拳的传承人。作为一个传统武术的传承人，我没有想到做一个武者，他对前辈啊竟然如此的不尊敬。我觉得他今天啊敢说方便是纸老虎，明天他就敢说我们中国散打是杂技。观众朋友们，你敢不敢信？距离拉得很远，并没有挨得很结实。老师他的身体硬度也是非常好的。是，最后的10秒了，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动作。这个下劈腿，这也是一个散打的动作。这下好，观众朋友们，这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方面由于很久没有打比赛了嘛，所以说第一回合相对来讲啊还是比较的谨慎。先热下身，熟悉一下节奏。第二回合我们再给他好看。这边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开场就是一个侧踹。对方还在方便的面前秀起了腿法。观众朋友们，这完全就是小巫见大巫啊，班门弄斧。因为他的腿本来就很重，而且速度很快嘛。你看这个低边腿，他的低边腿跟低扫腿还是不太一样的。低边腿的话，他注重的是这个速度，高扫。这个后直是对方反应过来了。我感觉方面很久没有打比赛，很开心的表情就回到这个熟悉的擂台之上，肯定是非常兴奋的。兴奋归兴奋，但是目前看起来死人方面呢，可能啊连50%的功力啊都没有发挥出来。我现在呢非常清晰的感觉到方面啊在收着劲儿在打。因为方便和这个于建宏的师傅啊也是老相识了，所以说今天呢也不好意思啊下手太狠，稍稍微微的啊简简单单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毕竟呢大家都是江湖中人啊，没必要下死手啊。方面的话就老将风采，就完全丝毫不慌，任何的状况，任何的场上的情况，他都不会说去表现的有一丝丝慌的神态，反而对方就身体绷得很紧啊，就生怕方面有一个重击打到。感觉方面还没有放大招呢。后直，这个后直是毫无征兆性的。后手拳。对方作为一个蔡李佛拳的传承人啊，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的拳法还没有方便好，因为死人方面最拿手的就是腿法，并不是拳法，所以呢，我现在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来质疑这个蔡李佛拳的实战能力。观众朋友们，当然我是很支持我们中国传统武术的，但是目前看起来他在方面的面前啊，他所谓的什么蔡李佛拳，我并没有看到太丰富的一个进攻手段，非常单一。有没有懂的观众朋友们在评论区给我科普一下这个蔡李佛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这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今天的比赛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啊，吕布死了，人人都称自己啊天下无敌啊，天下第一。也就是说，方面在退役之后啊，人人都说我能够击败方面。好，双方第3回合，也就是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马上开始了，观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哇，这个躲低扫啊，看到没？就稍稍的一点点位移，你就踢不到了。而且他的腿有很虚的动作，腿部在颤动，你不知道是他到底是要踢，还是真的要踢，还是假的。这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起到一个迷惑了对方的作用。可以。对方开始大摆抡了，大高扫腿也是没有扫到。建宏也是蛮拼的呀。其实对于方便今天的复出大战啊，我最担心的就是方便体能上的问题，但目前看起来似乎是我多虑了，观众朋友们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而且方便的经验足够老练，打的这个于建宏是完全没脾气，对方只要稍微一出手，方便立马搂住。好，打完之后再搂，这个已经是在经验这一块啊，已经是完全的碾压对方了。这前手摆拳打到了，有一点晃。这个正蹬两个正蹬也是有效的呀。再来一个前手摆拳，后手拳没有打到，马上收力啊。这个方面也是露出比较严肃的表情已经露出来了。后手重拳，但是对方就用位移给躲开了。正蹬腿。正蹬了。摆拳，再来箍颈膝撞。感觉方便老师的这个顶膝稍微少一点。后手拳又来了。对，这个后手拳真的很不错。继续。摆拳打到。
其实今天啊，对于菜里佛型的小子于建宏来讲，打方便这是一件双赢的事儿。无论他是输是赢啊，他都赚。打赢了，他可以一战成名，踩着方便上位；打输了也无所谓啊，毕竟22岁嘛，打一个老将，输了也不丢脸。这个小子很聪明，他知道打方便有热度啊，可以让自己的名气啊大大的提升，所以才不择手段的来羞辱方便。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有武德的人该做出来的事情。才22岁啊，就走这些个偏门偏道，我相信他未来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这第3回合还没有出一次侧踹啊，高扫，感觉，转身后蹬有效果，这个距离把控的很好，哇，这直接打了之后摔倒在地了，把你的重心给破坏了，你没有任何的办法。好，回合马上就要结束啊，越来越有感觉了，但是要提腿侧踹，但是又收了回来。绝对不出无意义的动作。对啊，最后也是好，观众朋友们，双方这场比赛终于结束，历时3个回合，为我们奉献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吧，但是方便能重新回到擂台打比赛啊，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啊！让我们恭喜方便再一次重振雄风，拿下胜利啊！只能说真的是宝刀未老啊！好，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